被迫和死对头领证那天，为了恶心我，他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跨坐到我腿上，用甜的发腻的嗓音喊我老公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回敬了一声老婆，他顿时就炸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老婆。我们之间用这个称呼好像不合适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这么叫，我也无所谓。你想再喊一遍吗？虽然我并不是很想听，但或许你特别想喊，我就当没听到。你再叫一次，求你了，老公，再叫我一声老婆吧。我人傻了，这人是不是打瓦打傻了？和安诗瑜结婚第3天，我破防了，主要是这人太能恶心人，死对头变夫妻这种事本身就很难让人接受。我咬着牙强行忍下来，谁知道他还要喊我老公，不光私底下喊，公共场合也要喊。第一次喊是在某位发小的生日宴，由于我和安诗瑜过去的关系实在太差，一夕之间领证，几乎震惊整个好友圈，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要问上一句：你真的和安诗瑜领证了？问的多了，我也烦了，索性当众承认：是的，我真的和安诗瑜领证了。好友震惊：天啊，你们俩竟然还能成为夫妻？明天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吧？便宜安诗瑜这丫头。还有人扼腕叹息：你们家要联姻怎么不通知我？这人和我关系不错，平时也经常约着一起玩。我玩笑道：下次哈，等我离婚再通知你。安诗瑜便是在这时候出现的，她将手搭在我的肩，似轻似重地揉捏了一下，凑在我耳边低声：老公，聊什么呢？这称呼惊的周围人都快把眼珠子瞪出来了，我也不例外，惊惶看他脸上依旧是云淡风轻的笑，似乎并不觉得那称呼有多惊世骇俗。有看客抢着答：聊你们结婚的事呢，这可是圈子里最近最大的新闻了，一点征兆都没有，你们怎么就突然领证了？来说说原因呗。安姐。安诗瑜轻笑一声：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拖长尾音，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才说我喜欢他呀，一直都很喜欢的。我彻底忍不了，当晚回去便和安诗瑜大吵一架。你在外面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？他一脸无辜：我怎么恶心了？老公，你喊我老公就是恶心。他更无辜：可我们确实领证了呀。老公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还是没法忍，你能别这么喊我吗？不行的呢，老公，离婚算了，婚没法离。我反感的态度还使得安诗瑜变本加厉，他现在不光当着我的面喊，隔着手机聊天都不忘恶心我。彼时我正和兄弟江川小聚，他的消息发过来：老公，几点回家呀？人家有点想你了呢，今晚可以早点回来吗？寂寞的夜，没有你我孤枕难眠。老公不在家，独自上火，火热难耐，一个人偷吃布洛芬。我悚然地将手机递给兄弟，你说安诗瑜是不是有病？兄弟看着看着笑出来，他还挺有意思的，为了吸引你注意，都开始玩这种梗了。兄弟乐道：安诗瑜该不会真的暗恋你吧？打住！我瞪着他，反胃的话少说，事实如此吗？兄弟推推我的手肘，明明挺正经严肃的一个人，一对上你就那么幼稚，还玩死对头这套，不是想吸引你注意是什么？我拎包起身，再这么说我就走了。他连忙拉住我：再聊会儿吗？聊来聊去还是聊安诗瑜，未免兄弟再说出暗恋等惊悚词汇。我苦着脸：你倒是帮我想个办法治治他，这还不简单？他一脸自信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呗。你也这么喊他？我瞬间醍醐灌顶，如此精妙绝伦的方法，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正要付诸实践，兄弟又道：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，我怕你给安诗瑜喊爽了。我白他一眼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家。我和安诗瑜最近住松山区的别墅，也就是我家。应家里长辈要求，我和他必须同住一屋檐，培养夫妻感情。住完这家住那家，所以这几天都被迫同床共枕。到家后，安诗瑜正在沙发上和我爸妈聊天，她虽然穿着睡衣，但背脊挺直，坐姿端正，颇像是在受训的小媳妇儿。我简直要被她这么样逗笑。我妈叔弟看过来，一脸嫌弃，怎么整天往外跑，也不知道多陪陪小鱼。我换上笑脸，我这就陪她。随后将视线转向安诗瑜：老婆，上楼吧，不是说想我了吗？安诗瑜目光呆滞的看过来，她面色明显不自然，还带着几分不敢置信。你刚刚喊我什么？我憋着笑：老婆呀，还能是什么？她搓了搓手，又忍不住搓了搓脸颊，才说：我挤不上楼，还不忘冲她招手，快来呀！安诗瑜一路傻呆呆的跟着我进了房间，带门关上，我把她抵在门上，凶相毕露，哈哈，够不够恶心你？她显然没反应过来，僵硬几秒，脸上的表情一时间精彩极了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我叉着腰得意的喊她，一声又一声，她声音隐忍又倔强。我们的关系喊这个似乎不是很合适，那你怎么就这么喊我呢？她背过身去，脸贴着门，手抵着唇，声音闷闷的，还有些哑。当然，你要是喜欢这么喊的话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我悻悻哼她一声，转身进浴室洗澡。此后再无话，大概是这几声老婆给安诗瑜恶心的够呛，她老老实实没再招惹我，也没再喊我老公，一直到卧室灭灯，我迷迷糊糊快睡着，突然听见枕边的她开口：你想再喊一声吗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开始自说自话。虽然我不是很想听，但是你可能很想喊，假装没听见，你再喊一声。我被她气笑，刚要反驳，就见她激动地转过身来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：求求你了，老公，再喊我一声老婆吧。我狐疑地盯住她，试图从她的脸上看出端倪。兄弟的话持续在我脑子里打转，我颓唐地想：我不会真给安诗瑜喊爽了吧？我摁开床头灯，不错过安诗瑜脸上一丝一毫的表情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她的声音在瞬间冷静下来，好似刚才那道殷切期盼的哀求只是我的幻觉。我试探道：你很喜欢我这么喊你？她抬手遮住眉眼，语气无奈：不是你非要这么喊吗？怎么又成我喜欢了？她笑一声：林大少爷倒打一耙的功力可真是不减当年。提及当年我就来气，我恣意张扬的青春期，只有安诗瑜在持续不断的给我添堵。我愤愤熄灯睡觉，许是我动作幅度过大的缘故，这一睡竟然睡到了安诗瑜身边，手臂挨着手臂，肌肤相贴的那一瞬，我和她都愣住。她极快的收回手，我也不遑多让，生怕慢一秒就要被她怀疑我别有居心。气氛在这样沉静的夜晚显得有些暧昧。安诗瑜轻声说：你越线了。床上这条线是我和她同床共枕第一晚时设下的，类似于以前课桌上的3-8线。毕竟我和她婚结的仓促，上一秒还在针锋相对，下一秒就要同床共枕，对彼此的心理考验还是蛮大的，所以就有了这条线。设线是规定，越线有惩罚。我乖乖躺回自己的位置，语气无奈：说吧，什么惩罚？怕她刁难我。我又道：别太过分了，你得想想，还要一起睡这么久呢，你总会有越线的那天吧？安诗瑜沈笑一声：不会过分。她说：发朋友圈说你永远爱我。我惊得直接从床上坐起来，你这还不叫过分啊？愿赌服输。她跟着坐起来：林先生不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吗？我愤愤想，总有你安诗
世瑜落在我手里的那天，再度摁开床头灯，我拿来手机编辑朋友圈。安世瑜凑过来，不忘监督，要加上我的名字，名字前面再加上我老婆3个字。想了想，他又说后面再加一个亲亲的表情。我恨恨地盯住他，你疯了吧？他无辜眨眨眼，不行吗？老公，我后槽牙都快咬碎的时刻，一条崭新的朋友圈就此诞生。林州，我永远爱我老婆安世瑜。朋友圈夜猫子很多，一时间点赞评论不断，我一条消息也不敢看，快速丢掉手机，躺进被窝里脸红羞耻。安世瑜却拿起手机，不忘给我实时通报，白宁冰祝我们幸福呢。我纳闷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安世瑜不语，我狐疑拿起手机，就见白宁冰一开始的评论是：小周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安世瑜回他：下辈子吧。白宁冰当即道：安姐，我错了，我祝你和小周永远幸福。我恍惚想起，白宁冰是我在发小生日宴上玩笑说离婚通知他的对象。我看向安世瑜，你不是吧？对外维护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安世瑜说，还是你想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是替婚的。我和安世瑜确实是替婚的，他替他姐，我替我哥。林家安两家联姻是一早就定好的事，只是一开始商定的联姻对象是他姐和我哥，毕竟迟早是亲家。我曾经一度想和安世瑜搞好关系，谁知只能说是安世瑜不配。我甚至都想好了哥哥结婚后我要如何和安世瑜相处，结果婚礼前夕我哥逃婚了，安世瑜他姐也不知所踪，双方家长急得没办法，就这样将我和安世瑜架上婚姻的殿堂。我至今还记得家里通知我要和安世瑜结婚时，我那满脸藏不住的惊愕。我试图反抗，但精明的家长不会在同一件事上摔倒2次，直接让我和安世瑜领了结婚证。从通知到领证不到1小时，小红戳一盖，我和安世瑜就这样从死对头变成新婚夫妻。但替婚这种事说出去毕竟不太好听，顾及林家安两家的颜面，彼此甚至商量出一个对外版本。我和安世瑜朝夕相处，暗生情愫，天知道我听到这几个字有多想笑。安世瑜也很委屈，难道我就很想向大家承认我一直喜欢你吗？我看他挺想的。那天在发小生日宴上，可看不出他有半分的不情愿。他说顾全大局懂不懂？我叹一口气，等我哥回来，我要弄死他。安世瑜笑一声，你一开始还夸你哥逃婚有种，不愿再聊。我翻身背对他睡了，一觉睡醒还有噩耗。我那条因惩罚而发出的朋友圈，竟在好友圈引发热议。最新的版本已经变成是我一直暗恋安世瑜，我爱他爱得要死。过往那些争吵摩擦，都是我为了吸引他注意而使的小花招。我真的觉得很离谱，还把这事拿来骂安世瑜。谁知他竟一脸恍然，该不会是被他们说中了吧？我皱眉，什么意思？你一直暗恋我啊？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。我暗恋你姐都不会暗恋你，可惜了。他这样说，妹夫，你只能和我过一辈子了。谣言传得愈发离谱，最后我竟成为一心痴恋安世瑜的恋爱脑，而安世瑜不仅不帮我澄清，反倒顺杆往上爬。有人问起此事，他还谦虚表示，是的，林州他比较爱我。我彻底忍不了这委屈，并发誓要给安世瑜反击一波大的。机会来得很快，是某位发小的归国派对，他高中时便出国留学了。此次接风，他要求大家都换上高中时的装扮去见他。我不仅换上高中时的校服，他还背上高中时常背的双肩包，包里还放着我伪造的安世瑜写给我的情书。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经意且不经意间把情书亮出来。我要让安世瑜变成高中就暗恋我的恋爱脑，我要让他也尝尝这种百口莫辩的滋味。好戏开锣，换上高中装束参加派对的众人一开始还有些不自在，但很快从彼此的身影中辨认出青春，彻底放开。最放得开的接风宴主角顾青宇还提议玩起国王游戏，还未开始便有人嚷嚷别玩太大，我们这儿可有真夫妻呢。这是暗指我和安世瑜。我不满，真夫妻怎么了？万一选中你和别的女人接吻，你让安姐怎么看？我心说能怎么看？安世瑜又不在乎，他看热闹那么看呗。顾青宇意识到这点，将游戏换成较为温和的真心话大冒险。我拖着腮，满脑子都是即将实施的宏伟大计，无暇顾及游戏到底玩什么。谁知酒瓶第1轮就赚到我。有人问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吧，让安姐来问。有人兴奋道小夫妻之间的真心话，我们爱听。我扭头看向安世瑜，他今天穿的也是高中校服，白色衬衫，黑色短裙。其实我和他并没商量过穿什么，就连参加派对也是一前一后。可兴许是此时我和他坐在一起的缘故，挤在人群中竟有几分小情侣的意味。我捏着裤腿的褶皱，听见安世瑜轻笑了声，老公，你朋友圈说永远爱我，是真的吗？周围起哄声不断，我心说这人可真厚脸皮，不仅要我当众宣布，还想我亲口承认。我咬牙切齿回答是。气氛在这一刻推向高潮，我暗自想着待会儿就要你安世瑜好看。游戏接下来又玩了几轮，安世瑜幸运的一直没被抽中，我按捺不住，示意与我做成对角的兄弟江川递来我的包，这是我精心设计的小巧思，做成对角线，一递一接的动作才可能引发全场关注。兄弟如愿递来背包，我假装没拿稳，包掉在地上，情书连同纸巾等物一同掉出来。坐在我左手边的何峰最爱凑热闹，眼疾手快捡起情书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我忙装蒜，不知道啊，谁在我包里的？看这信封的痕迹，有年头了呢。何峰翻到正面，又叹一声，落款是安呢，不会是安姐写的吧？我佯装茫然看向安世瑜，老婆，是你写的吗？我眨眨眼，语气单纯，可是我这包都好久没背过了，你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呀？被我诬陷成恋爱脑的安世瑜表情精彩纷呈，不等他回答，围观好友已有猜测，我靠，不会高中那时候就放进去了吧？所以安姐高中就暗恋林州，这俩一直在玩双向暗恋啊！天，小周你错过了好多，你一直都没发现吗？我安心扮演一位懵懂无辜的小男孩，不知道啊，我也才知道有这封信。一群人叫嚣着拆信，顾青宇站出来说是有这么一回事，当初这封情书都是我看着他写的。我目光惊愕看向顾青宇，我靠，还有意外收获，安世瑜可能给我写过情书一事，占据了我所有的心绪。我不禁扭头看他，他却从容淡定，甚至还有心思陪着众人瞎起哄。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信上，他才低声给我下套。这怎么能算是下套呢？如果他真的给我写过情书，这明明是往事重演啊！我伪造的情书被何峰当众念出来，还是较为甜腻的口吻，好奇怪，最近我总是梦到你，哎呦哎呦哎呦呦！有人捂着牙，总是梦到你，明明是我自己瞎编的情书，我却被这全场起哄的气氛闹了个大红脸。何峰还在念，我想我大概是喜欢上你了，你小子好好断句，是喜欢上还是喜欢上啊？都纯洁点，我们现在是高中生呢。安姐，接下来的内容要付费吗？我们还能往下听吗？继续。
续。何风转过身，深情地望着我说：“林州同学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”我捂脸低头，死也不愿意承认这是我自己写的内容。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，怎么被这群人闹得像是小黄书一样？不知何时，有人带头喊起亲一个，一时间亲一个的呼声快要掀翻屋顶。慌张无措之下，我看向安诗瑜，她简单一个抬手，全场安静。情书都念了，各位给我留点面子吧，要面子还是要老公？安诗瑜不假思索，老公。何风嘿嘿一笑，回答几个问题，我们就放过你。安诗瑜点头，莫名其妙开始快问快答。这封情书是你写的吗？安诗瑜扫我一眼，在我心虚愧疚又羞耻难耐的表情中背下黑锅，是我写的。所以你是高中就暗恋小周了？故意和小周作对，是为了吸引他注意力吗？是。那你们的联姻也是你一手促成的吗？是。安诗瑜说，谁叫我喜欢他呢？好友瞬间呜嗷乱叫，奔走相告，纷纷为看了这样一场热闹而高兴，我却心情复杂。诚然，事情完全按照我预想的方向发展，甚至安诗瑜还当众承认了这件事，但我就是复杂。或许是有一点高兴的，毕竟他平时在我面前拽成那样，私底下却在偷偷暗恋我。不得不说有被这反差爽到，但他为什么要喜欢我呢？他又凭什么喜欢我呢？死对头变夫妻就够复杂了，如今还掺杂上私人感情，以后我怎么和他相处？我这边为安诗瑜的喜欢暗自伤怀，他却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和众人谈天说地。我瞬间清醒，喜欢我的人是他，暗恋我的人也是他，那忐忑不安、焦躁难耐的人也该是他才对。我这个被暗恋者慌什么？我轻哼一声，果断将安诗瑜抛之脑后。等到聚会散场，已经是深夜，司机来接我和安诗瑜落座后排，彼此都没有说话。静谧的环境容易诱发思考，好比我现在又满脑子都是那封情书。我不是在意安诗瑜喜不喜欢我这个问题，我只是觉得他有必要解释一下。想通这件事，我扭头看他，高中你写过情书给我？安诗瑜似恍然，啊了一声，是有写过，我没看到过，以此来解释我对他过去的感情并不知情。没事，安诗瑜说，他好像真的很淡定。我不禁问，那你是喜欢我吗？是有喜欢过。我轻眨眼，什么意思？他望着车窗，声音有些空置，现在不喜欢了的意思。一整晚，我脑子都是安诗瑜那句现在不喜欢了的意思。我发现我该死地介意安诗瑜喜欢过我却又不喜欢了的这件事。我想不通我介意的缘由是什么，但我就是介意。我甚至觉得，哪怕安诗瑜从始至终都没喜欢过我，都比现在这样要好。喜欢过却又不喜欢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做错什么了？现在的我有哪点不如过去讨他欢心了？他凭什么不喜欢我？我翻来覆去的想，辗转反侧的睡不着，枕头另一侧的安诗瑜却毫无动静。我愤愤不平，凭什么罪魁祸首睡得香甜？我故意把他叫醒，气恼道：“你去地上睡。”安诗瑜声音低冷，倒是不像出醒的模样。他问：“为什么？你的呼吸声吵到我了？”他点卯：“你根本就没睡。”我倒打一耙：“就是你吵得我睡不着。”安诗瑜沉默半晌，倏地笑了。我絮絮叨叨的抱怨：“本来就该分床睡的，同睡一张床能培养什么夫妻感情吗？再也不要一起睡了。”我通知他，以后我睡床，你睡地板，怎么不能是我睡床？你懂不懂怜香惜玉？不懂，咱家是我做主。我看着他没好气地说：“真女人要睡老公。”我瞪他一眼：“你是不是想吵架？”他再度失笑：“半夜都要把人喊起来吵架的到底是谁？”我悻悻转身，不再吭声。明明前几天也是这样睡的，明明不是第一次和安诗瑜同床共枕，但我就是心烦意乱，看他不顺眼，听他呼吸声都嫌烦。我望着窗帘外的光点，怔怔道：“既然不喜欢，那你在聚会上为什么要那么说？你很在意吗？”安诗瑜问：“什么？我不喜欢你了的这件事？不在意。”我抵死否认，非常不在意。你爱喜欢谁喜欢谁，爱不喜欢谁不喜欢谁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安诗瑜的声音起码冷8度。我顾全大局而已，去他的顾全大局实在烦闷。第二天，我把兄弟江川约出来喝酒，他显然还处于看完一场好戏的兴奋中，一碰面就问我昨晚和安诗瑜有没有干柴烈火。我摆摆手，别提了。我把困扰我一晚上的事和兄弟一说，他靠了一声：“安诗瑜属鸭子的，嘴这么硬。”我迟缓理解，所以你是觉得他喜欢我？当然啊，他说，正常人谁会和无感的异性纠缠不清？我点点头，有道理。浅抿一口酒，我问：“那安诗瑜为什么要说不喜欢？”兄弟目光流转，视线最终落到我身上，不知何故没有开口。我催促他，他直截了当说：“管他喜不喜欢，你试试他不就知道了。”他戳着我的脑门，勾引他。你俩现在还睡一张床，怎么勾引你？难道还要我教吗？你这8块腹肌是摆什么？我恍然间明白，但又有些纠结。兄弟伸手，请说出你的困惑。我不敢，直觉要被他笑，但他又一直追问，我只好低声剖白，要越线的什么什么。他更好奇的凑过来，我犹犹豫豫、吞吞吐吐的将床上那条3-8线的事委婉告知。他大惊：“你俩小学生啊？”不对，他又骂：“小学生谈恋爱都比你俩成熟。”我反驳：“那我和安诗瑜没谈恋爱啊。”更惨。他说：“你们是夫妻。”明明我和安诗瑜协商时是把这当成一件正事来看的，怎么到兄弟口中如此小儿科？我不满看他，他语重心长说：“我懂安诗瑜了，我全都懂了，不准懂。”我蛮横霸道：“你只能站在我这边。”他拍着我的肩：“回家试试安诗瑜吧，到那时你就知道他喜不喜欢你了。”虽然说要试探，但真实见起来还是有些紧张。尤其我和安诗瑜今天换到安家来睡，陌生的环境，陌生地床，我一度产生要不还是算了吧的念头。正犹豫，安诗瑜推门而入，他见我立在床边，好心问我：“老公大人打算睡哪边？”我哼他一声，走到睡惯了的左边，掀开被窝。安诗瑜的床比我的要大，彼此隔开的距离更远，我甚至不太能感觉到他的存在，满脑子都是试探的事。安诗瑜声音有些低：“今晚喝酒了？”喝了一点。我欲盖弥彰地说：“没到醉酒的程度，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”安诗瑜莫名笑一声，又掩饰般的轻咳了咳：“没事。”他没再说话。室内静极了，我试着翻身，最好以一个完美的姿势将他搂进怀里，可这床实在太大，我翻滚一圈都没挨到他的边。我轻轻叹一口气，模模糊糊中似乎还听见安诗瑜那边传来的笑声，可我不敢说，也不敢问，怕被他看穿我的意图，太丢人了。我停在床中央歇了2分钟，又鼓足勇气滚了半圈，终于将安诗瑜蹭到怀里。时间好似在这一刻静止，我感受着他的体温和心跳，恍惚间都忘了自己滚过来是要做什么，后知后觉是要试探。我正想要不上下其手随便乱摸一通，突然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卡住了，我不解地捏了捏，随即呆住。突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。
安诗瑜的声音从我的怀中响起，有些哑。林州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敢应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线下这个局面，索性装死。他却不配合，还不嫌尴尬的拆穿我。我知道你没睡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正欣喜于我的装睡计谋奏效，安诗瑜突然说：“再装睡，我就咬你了。”咬呢？我猛地反应过来，装睡装死都顾不上了。我骂他：“你这个女流氓！”他将我重新摁回他身边，问：“是哪个流氓半夜把我搂怀里？”我不敢直面这个问题，捂着脸。我喝醉了，我不知道。他拿开我挡脸的手，直视我的眼睛。开窍了吗？什么？为什么要倒搂着我？我抿唇不吭声。他突然说：“算了。”我正纳闷于他要说什么算了。他倏地抬头，吻住了我的唇瓣，或者说咬更为恰当。他贪婪地掠过我嘴唇的每一处，我舌根都微微发麻。我感觉到痛，下意识要推他。他极快的单手将我的双手紧握。他低声剖白：“是你先招惹我的。”复又抬头，再度恶狠狠地吻过来。吻到最后，我都快要感觉不到我嘴唇的存在。安诗瑜埋在我的颈窝，细微喘着气。明明该生气的，可现在的安诗瑜太危险，我竟也不敢追究他强吻的过错。丝毫不觉得有错的女人又吻过来，这次是脸颊，一下又一下。目光突然触及我凶狠的视线，笑了笑：“你想骂就骂吧。”我瞪着他：“你能不亲了吗？”不行，他说：“我忍很久了，你理解一下。”唇瓣还有被他吮咬的刺痛感。我怒瞪着眼前春风得意的女人：“所以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不是说不喜欢了吗？”我以为我已经做得很明显了。他眼神温柔地看着我：“喜欢你，一直都喜欢你。”指尖莫名因这句表白变得酥麻。我不解：“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否认？如果我不否认，你会怎样？”我试着按安诗瑜的假设去想，还未想出结论，安诗瑜已经出生，怪不得天天和我作对，原来是偷偷喜欢我。平时我和他多讲几句话都爽到他了吧？不过安诗瑜这个狗为什么要喜欢我？不对，我凭什么喜欢他？他都不配喜欢本少爷。算了，不管这些，手下败将何以言勇？我看安诗瑜以后怎么和他作对。我无言地看向安诗瑜，一时间还有些钦佩，他竟精准猜中我心中所想。安诗瑜捏了捏我的脸颊：“只有我说不喜欢，你才会深入去想我喜欢你的这件事。”我愤愤咬牙：“你真够了解我的，过奖。”他又亲我一口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被他亲过的地方好似也变得酥麻。我捂着脸：“不准亲了。”好，安诗瑜点头答应了，又说：“那我们来谈谈你喜欢我的这件事吧。”我几乎是下意识反驳：“我怎么就喜欢你了？”他掰着手指头列举：“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介意我喜欢谁？为什么要半夜来钻我的被窝？为什么让我亲来亲去？”我打断他：“那是你强迫我的，就当是我强迫。”他这样说：“你刚刚就不享受吗？”虽然极其不想承认，但确实有一点，尤其是凶狠啃咬我唇瓣的安诗瑜给我一种平静的风感。在得知他发疯是为了我后，心理上的爽感简直难以言喻。他点名：“你再回味。”我瞪着他：“我回味我的初吻，关你什么事？”他凑上来又亲一口，好巧，我也是初吻。我忍不住刺他2句，一看就没经验，牙齿都磕着我了。安诗瑜丝毫不在意，又凑上来：“多亲几次我就会有经验。”我慌忙将自己藏进被窝，彻底隔绝安诗瑜的啄木鸟行为。被窝外，他的笑声很甜：“林州，你躲到天边去都没用。”许是被窝空气稀薄，我感觉有些憋闷，偷偷露出半张脸，瓮声瓮气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”他似有若无地叹一口气：“我要是知道原因就好了，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你，然后戒掉，就不至于被顾青雨笑这么多年了。”他为什么要笑你？笑我没用啊！喜欢这么多年，最有勇气的时候竟然是高中写情书的时候。我实诚地说：“情书我是真的没收到。”没事，没想过当面表白吗？安诗瑜看我一眼，怕他又要亲我，我连忙缩进被窝。他哑然失笑。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是有点怕你的。怕？我好奇地钻出来，难以想象这样的字眼会出自安诗瑜口中。你随便和我说句话，我能琢磨好久。你无意间碰我一下，我几天几夜睡不着，我整个人都被你影响了，哪敢再表白？他说：“我接受不了你拒绝我这打击。”我恍恍惚惚听见他说：“那时候我想，是人总有缺点的，尤其是你这种大少爷，我多和你说说话，与你相处久一点，没准哪天我就不喜欢了。”然后呢？然后我发现自己无可救药，连你的缺点我都觉得超级可爱。我踢他一脚：“我哪有缺点？你倒打一耙的精湛功夫还需要我再强调吗？”其实我没想喜欢这么久的，好像不知不觉我们就认识了这么久。安诗瑜这句话让他有些怅然，一晃确实好多年。喜欢我并不代表你输了，毕竟这么多年我早就一败涂地。他说：“如果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手下败将，那你愿意承认你喜欢我吗？”我故意逗他：“不愿意，我不喜欢你。”安诗瑜僵住，我拍着他的肩：“你就老老实实做我的手下败将吧。”他气急败坏，重新复过来：“我早该猜到的，一旦我承认我喜欢你，你就会变成这样。”林州，我早该猜到的。我哈哈大笑，有种扳回好多局的感觉。闹了许久，他又埋首我的肩窝，轻声撒娇：“林州，喜欢我吧？喜欢我吧？林州，喜欢我吧？”他的声音又轻又宇宙无敌、超级迷人、帅气的大少爷林州，求求你了，喜欢我吧？可能是夜色太迷人，恍惚中我应了好。彻底放开的安诗瑜，我有些招架不住，或者说没人招架得住。我本以为喊老公已经是他的极限，没想到他还能喊出更过分的。他喊我大王，每晚睡前必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小周大王，臣妾来伺候您侍寝了。”对，就跟纣王和妲己似的。我总算是知道纣王的乐趣了。今晚他又蹭过来，曾经的3-8线已经形同虚设。我没忍住控诉他：“你又越线，那您惩罚我吧。”安诗瑜轻声说：“小周大王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的。怪就怪他太厚脸皮，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有什么真能惩罚到他。骂他2句都怕被他爽到。”我伸出手臂给我捏捏肩。好嘞，捏着捏着，他的手移到其他地方，我早有准备，从容一闪。大胆，竟然对本大王不敬。安诗瑜低眉顺眼：“大王到时间该宠幸臣妾了。”我不满：“哪有你这种每天要宠幸的？大王不行吗？”他的语气平静又温柔：“如果大王不行的话，那我也能忍一忍。毕竟大王日理万机，难免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。我懂的，我都懂。我愿意为了大王牺牲自己。明知道他在刺激我，但我还是狠狠地上当。我将被子一掀，过来吧。转眼又是腻歪黏糊的一个晚上。在我和安诗瑜感情明朗化的现在，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他失踪的姐姐和我逃婚的哥哥都回来了，这事实在太蹊跷，以至于我怀疑这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。他姐姐我不敢问，于是我找到我哥哥，语气埋怨：“你还知道回来啊？”他笑一声：“和安诗瑜结婚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我可听说你们最近如胶似漆啊。”我不满：“我这可是替你结婚的嘞，傻弟弟。”他抱着我笑：“结婚对象早就换成你和安诗瑜了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你俩分不开，就你自己还看不清。原来这真是阴谋。”
阴谋。他戳着我的鼻尖，如果换成是别人，你能那么快答应和他结婚吗？恐怕家里都要闹翻天了吧。我颇有同感的想，从通知到领证不到1小时，我确实接受的很快，简直是毫无心理障碍。如果换成是和别人，我不敢想。我其实真有点喜欢安诗瑜吧。不知不觉走到安家的集团大厦前，想到安诗瑜就在这儿办公，我犹豫2秒，还是抬腿迈进去，一路畅通到总裁办公室。安诗瑜见到我来，喜不自胜：“大王来视察工作吗？”我无语的看着他，在外面不要喊我这个，在床上喊喊就得了，怎么在外面也瞎胡闹啊？没别人，小周大王不必害羞。我被他牵着在沙发上落座，视线扫过这间办公室的布局，其实以前也来过许多次，都是以他死对头的身份来兴风作浪的，如今身份一变，连心境都有些变了。喝什么？我说2句话就走。安诗瑜1秒震惊，似在好奇有什么话值得我特意跑来一趟。我张了张嘴，被他这样盯着，又有些说不出口，提出要求：“你别看我。”我也不敢看他，我应该是有点喜欢你的。就是以前我小声说，可能我也喜欢你，但是我没发现。安诗瑜一直没做声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没听见，扭头看他，却蓦地对上一双深情凝视的眼，那眼神太露骨，我的脸倏地就红了。安诗瑜轻声问：“过来就是要和我说这个？你不是一直想听我表白吗？”我莫名结巴，反正我就说这一次，你听听得了。气氛实在焦灼，我又起身，我先走了。他当即攥住我的手腕，手心很烫，将我的手揽在他自己的细腰上，主动扑进我怀里。我将他紧紧抱住，随后他又坐在我腿上，搂着我的脖子，额头贴着额头。我们小周大王怎么这么可爱？我不理他的调情，故意说：“我真得走了。”特意跑过来，还是说这种话，让我怎么放你走？他吻过来，细密的吻落在我脸颊各处，最后是嘴唇，不知道吻了多久，只记得吻到最后我已经没力气走出他这间办公室。他抱着我，喟叹一声，完了，我真的要喜欢小周大王一辈子了。